8年7月15日，我没死，我回来了。沈念，周，那个因为脖颈的疤痕，从小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嫌弃。半年前，为了给弟弟换彩礼钱，父母把他卖给了还能拿出几百块钱的我。念念，钱给你，听周，这是最后2块钱了，全给你，求你别打我了，好不好？我不要，念念，这钱你收好。从今天起，我不赌了。赌了？怎么可能？以前他每次输光了钱都会砸东西，今天怎么会用这么在想什么新花招来骗钱了？乖，在这坐着别动，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就剩这些了。起锅，过来，趁热吃。怕我下毒啊？快吃，面坨了就不好吃了。慢点吃，没人和你。听周，你也吃。我不饿，我刚才在外面吃过了。你把它拉的全是被扔掉的臭猪下水，我的天，连叫花子都不吃这玩意儿，他居然拉回家！笑吧，今晚有你们咽口水的时候。听周，你回来了。听周，你弄这些要干什么呀？搞钱。念念，去帮我烧一锅开水。今天你老公给你变个戏法，把这堆臭狗屎变成咱们家的金瓜的。念念，你先慢慢洗着剩下的，我去就会。你早点回来。同志，抓点药。药方单子呢？没单子，我念，您抓。白芷15克，草果2颗去籽，橙皮18克，八角10克10克，香叶5片，肉会以2克捣碎，杀人3克。最后丁香，只要2克，多1分都不要。小伙子，你是中医？这方子有点意思啊！白芷去异味，山奈增其香，丁香透骨，这哪是治病的药方？这怎么听着嫁户家里熬老汤的料啊？家里弄了点荤丝，您算几个钱？一共6毛5分。听周，我洗干净了，一点滑腻的东西都没有了。真能干。哟，顾大少爷还真打。走，跟我去夜市摆摊，今晚咱们去大赚一笔。念念，把那个装零钱的空铁皮盒子拿上，咱们该出发了。听周，去夜市摆摊，万一遇到地痞流氓怎么办？万一要是没人买，这些肉是不是就全砸手里了？傻丫头，天塌下来有你男人顶着，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乖乖跟在我身后，负责收钱就行。我保证，今晚咱们的铁皮盒连盖子都盖不上。我帮你打下手。后生崽儿，第一次来出摊吧？这犄角旮旯连个路灯都没有，你卖啥都没人看得见，赶紧换个地方吧。大爷，这儿就行。念念，准备好了吗？我的亲娘哎，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谁家炖大肉？好像是从那边大槐树底下传过来的。走，过去瞅瞅。兄弟，你这卖的啥肉啊？怎么比国营自家秘方卤的猪下水，有猪头肉，还有猪大肠。大哥，来点尝尝。啥？猪大肠？搞半天是猪的肠子。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这玩意儿洗得干净吗？里头全是淋巴和骚臭味，白给我都不要。就是，这也太膈应人了。算了。听周，他们都不买，怎么办呀？别慌，看我的，破局的方法早就准备好了。各位街坊，各位大哥大姐，请留步。我知道大家顾虑什么，今天是我顾某人第1天摆摊，咱们不谈钱，只谈味道。我这盘子里的肉，大家免费试吃，不要1分钱。这位大哥，看你也是个痛快人，你尝一块，要是觉得有一丁臭，我觉得不好吃，我顾廷周当场把这口锅砸了。要是好吃，您再考虑买不买。白吃1块肉，您不吃亏吧？行，那我就单子。咋样啊，大哥？是不是一股猪圈味儿？我操，太他喵的好吃了！老板，别废话了，给我切半斤。不，切1斤，赶紧的！老板，我也要免费试吃，太香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肉。老板，猪头肉怎么卖？给我来2斤，我要带回去下酒。大肠给我留点，别抢，我先来的。媳妇儿，别愣着了，开盒子收钱。老板，给我称1斤猪头肉，挑肥点的。我要半斤大肠，多浇2勺卤汁，回去刚好下挂面。别急啊，别急，我先来的。老板，给我包2块钱的掺着。好嘞，大哥，1斤2两，算您1斤的钱，拿好您的。姑娘找钱呢。哦，好，您的肉是1块2，收您2块。这可是钱啊，活生生的钱。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大老远闻着味儿跑过来，怎么就没了？老板，你这准备的也太少了，明天还来不来？明天你得多弄点啊！来，明晚还是老时间老地点，一定给大家管够。傻媳妇儿，发什么呆呢？走，回家数钱去。听周，停一下。怎么了？咱们先数数吧，我怕我是做梦，回去要是变回迷先过过瘾。前世的我1块5块，真是太混蛋了。20块，才30几块钱就把念念感动成这样。35块6毛8分。听周，我们罚欠我，你真的会不挣钱了？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只是个念时，我会让你顿顿吃肉，让你穿最好的衣裳，让你成为全县城最享福的女人。
媳妇儿，刚才在外面看不清，现在到家了，你仔仔细细的再盘一遍咱们的家底。那我数了啊，1角、2角，10块08毛，加上大票子，一共是35块6角8分，1分都不差。平洲，这么多钱，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一笔钱了。今天买猪下水花了不到3块钱，香料是4块5，加上杂七杂八的，咱们今晚纯赚了27块多。27块，那要是天天去摆摊儿，一个月得赚多少钱啊？所以说，跟着你男人，以后不仅有肉吃，还有花不完的钱。明天一早我就再去肉联厂拉2车下水回来，咱们加大产量，顺便去供。等着，以后咱们还得租个铺子，还得给你留着应急呢。行，听我媳妇儿的，都攒着。顾廷洲，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别他妈装死，我知道你在里面。这就是狂赢以前的混走子王彪，在我输光跑路后，3天2头带人上门逼债。廷洲怎么办？砸锅摔碗，污言寄语，最终逼得走投无路的沈念跳了河。别怕，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哟，今天没跳窗户跑啊，顾廷洲，连本带利25钱。今天要是拿不出来，我看你媳妇长得挺水灵，不如让她跟我走一趟，去录像厅卖几个月票。你他妈疯了！25块是吧？钱在这儿，找零，把欠条拿来。这顾家小子哪来这么多钱？乖，3张大栾啊，他发大财了。王彪，账清了，现在给你立个规矩，沈念是我的命，从今往后，你们谁要是多看他一眼，我不报官，但我保证一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咱们一命换一。这了，起床洗脸，我带你去吃肉丝面。吃饱了，咱们还得去肉联厂进货。顾家那小子昨天摆摊挣了30多块钱，还把王彪赶跑了。我说那街溜子怎么突然发财了？原来是去夜市投机倒把卖吃食了。大强，我打听清楚了，他卖的根本不是正经好肉，就是肉联厂帮没人要的猪下水，那玩意儿一车才2、3块钱，他转手卖1块多一斤，这心比煤球都黑呀！真的假的？猪大肠那玩意儿连狗都不吃，能卖出去？怎么卖不出去？昨晚他推回来2个空盆，我都看见了。他顾廷川一个2溜子都能干，咱们怎么干不了？走，赶紧去肉联厂，晚了就抢不到了。刘婶两口子说干就干，花了1块5毛钱拉回来半车猪下水，倒点酱油，抓把盐，再切2根大葱。肉就是肉，煮熟了不都一个味儿吗？顾老板，你可算来了，馋死我了！赶紧的，给我切1斤大肠，2块钱的猪头肉，我连下酒菜都没买，就等着你这口呢。新鲜出锅的卤猪大肠、卤肉大甩卖了，卖卤肉喽！顾家卖1块2一斤，我们只卖6毛，整整便宜1半。乡亲们，都是一样的猪大肠，别花那冤枉钱，上我这儿买半价。他们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故意抢咱们生意吗？咱们要不要也降价？降价？媳妇儿，把心放进肚子里，安心收咱们的钱。这猪下水没那36味中药和特殊手段去腥，就是一锅熬熟的渣渣。你信不信？不出3分钟，他们这摊子就得被人给掀了。看着还行，油汪汪的。快尝尝，保准香。呸呸呸！这什么玩意儿？又腥又臭，里面还有沙子！你这东西是给人吃的吗？退钱！退钱！你这东西能吃吗？什么味儿啊？跟猪圈里捞出来的一样！这个退钱！贴心婆娘！哎呦，这大肠不就是这个味儿吗？没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想赚钱想疯了吧？卖渣渣给人吃，就这水平还敢来抢生意？还是顾老板手艺绝！别废话了，给我来2斤大肠压压惊。平洲刚才吓死我了，我真怕他们便宜1半，把咱们的生意都抢光了。傻丫头，做生意如果只能靠打价格战，那就是在慢性自杀。猪下水这种东西虽然现在稀罕，但技术门槛太低。今天刘婶翻车了，明天可能就会有李婶、王婶学聪明，把肠子洗干净了继续跟咱们抢。啊，那咱们怎么办？就是媳妇儿，猪下水咱们还能再卖几天，顺便攒一笔本钱。等钱攒够了，咱们就推出一样绝对没有竞争对手的高端货——八珍荷叶烤鸡。八珍荷叶烤鸡，选用2斤半左右的鲜活走地鸡，整鸡脱骨，然后在鸡肚子里塞进泡发好的干贝、香菇、冬笋、糯米、虾仁等8样真材，用老抽和蜂蜜上色。外面裹上新鲜的荷叶，最外层糊上和了盐巴和料酒的黄泥，放进特制的土窑里慢火烘烤。等泥巴烤干敲碎，荷叶一掀开，鸡肉的油脂混合着八珍的鲜美，还有荷叶的清香，那种味道能把整条街人的魂都给勾走。这种手艺，别说刘婶，就是咱们县城国营饭店的主厨来了，他也只能干正眼。到时候哪怕咱们卖10块钱一只，也照样有人抢破头。那咱们明天先去买荷叶。不急，做荷叶烤鸡，咱们得先有个固定的门面，不能一直在夜市推板车了。明天收摊后，咱们去盘个店。真那么感觉顾廷洲不是什么街溜子，而是一个深藏不露、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盖世大英雄。廷洲，这鸡真的不用切块，直接整个烤吗？要是切成块，鸡肉里的汁水和香味就全跑光了。媳妇儿，今天让你见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整鸡。天哪！来，把这些八珍塞进去。廷洲，这怎么还有泥巴啊？这可是锁住香味的灵魂。泥土能隔绝明火，让热量均匀地往内部渗透；白酒和盐则能加速泥巴的硬化，同时利用渗踏压将荷叶的清香逼入鸡肉的每一丝纤维里。
真厉害。猪头肉，卫生8毛1斤了。田州，真被你说中了，他们学聪明了。学得了皮毛，学不了古翔，一帮乌合之众罢了。各位街坊，今天顾某不卖下水了，推陈出新，给大家尝点真正上得了台面的硬菜——八珍荷叶烤鸡。我操，这什么味儿？太香了吧！闻了这股味儿，再看锅里这大简直跟猪食一样，咽都咽不下去。不吃了，什么破玩意儿，白给我都不吃。八珍荷叶烤鸡做工极其繁琐，用料全是1等1的尖货，一天只卖15只，一只10块钱。发工资，馋虫都被你勾出来了，给我拿一只，我也要一只，留着明天给我老丈人祝寿。这东西拿出手绝对有面子。怎么这么快就没了？明天多做一些啊，顾老板。跟风煮出来的猪下水，在烤鸡香味的降维打击下，彻底成了狗都不理的垃圾。天气炎热，到了明天就会发锈变臭，意味着他们连本带利赔了个底儿颠。100、200、850块，田州，咱们发财了，咱们真的发财了！这才哪儿到哪儿？明天咱们不早起去买鸡了，带你去办件大事。办什么大事呀？明天你就知道了。老板，这辆车点个火听听响。兄弟懂行啊，这可是纯正厂货，拉个1000把斤都不带喘气儿的。看你诚心要，600块。停车太贵了，咱们那辆借来的木板车还能用呢。 600，这车我开走了。前面那个斗里给我垫2床最软的棉垫子。坐稳了，媳妇儿，带你兜风去。沈念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辈子居然还能坐上属于自己的大摩托。顾家那小子也就是走狗屎运，我看他那烤鸡能得意几天，肯定把钱都拿去赌了。什么声音？快看！我的老天爷，这是烧油的摩托车啊！这得多少钱啊？在这满大街都是28大杠自行车的年代，这动静简直比后世的超跑还要拉风100倍。走，媳妇儿，咱们回家。我说沈念啊，这车是真阔气，可惜啊，这好马没配上好鞍。你看看你脖子上那块烂肉，跟蛤蟆皮似的，真够恶心的。也就是顾家那小子现在有了2个臭钱，飘了。你信不信？就你这丑八怪的模样，等他以后赚大钱了，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黄脸婆给休了。刘翠花，你特他妈活腻了是不是？你干什么？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你给我听好了，我媳妇儿在我顾廷州眼里，她就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谁要是再敢多放半个响屁，嚼我媳妇儿半点舌根子，我保证让她在这筒子楼里1天都待不下去。不信你大可以试试，看看我这把杀猪刀敢不敢给你放血。别听那个老绝户放屁，以后有我在，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今天停业1天，带你去趟市里的人民医院。去医院干什么？谁病了？去把你的脖子治好。廷州，别白费力气了。以前诊所的大夫都说了，这烫伤……咱们就去市里的大医院，市里看不好，咱们就去省城，去首都。只要能让你高兴，倾家荡产我也治。大夫，能治吗？小伙子，这烫伤伤到了真皮层，靠抹药是绝对好不了的。不过咱们医院最近刚从国外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恢复的好的话，基本看不出太明显的痕迹。那这个治疗贵吗？得做2次，加上住院费和消炎药，保守估计得要2500块钱左右。大夫，我们不治了，打扰您了。大夫，您费心帮我媳妇儿建个病历本，安排一下前期的化验。这手术我们做，钱不是问题，我尽快凑齐拿过来。廷州，你疯了？那是2500块钱啊！我不要紧的，我不怕别人说，咱们不能因为我把家底儿都掏空啊！别说2500，就是2万5、25万，也不及你一根头发重要。我既然能半个月赚出这辆摩托车，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出你的手术费。地摊的生意终究有上限，走，带你去看个赚大钱的地方。廷州，这里面的东西可贵了，咱们还是走吧，我什么都不缺。再说，大夫不是说手术费要2500吗？咱们得把钱攒着。治病的钱我会马上赚回来，但今天有件东西。哟，咱们走吧。哟，眼光倒挺高。那真丝丝巾35，这件广城刚进回来的迪泉蛮裙子50，顶你们这种小工人2、3个月的工资了。光看不买别乱摸啊，摸脏了刮起丝了，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85是吧？这些钱够买你这柜台里几条裙子？够了。哎呦，这位大老板，您看我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愣着干什么？把那条丝巾和裙子拿下来，让我媳妇试。得嘞，马上。大妹子，您长得这么俊，穿上这裙子绝对是咱们县城的一朵花。廷州，这太贵了。真好看，只要穿在我媳妇身上，再贵也值。记住，以后谁再敢低看你一眼，我就拿钱砸烂他的招牌。走，咱们回家。冷不冷？不冷，风吹着可舒服了。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我脸上有东西吗？有这世上最美的风景。你最近嘴怎么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念念，以前是我混蛋，让你受了太多委屈。这裙子，这丝巾只是个开始，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把你失去的尊严和快乐1000倍这一辈子。廷州，我相信你，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现在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廷州，这2天卤味剩的有点多，要不咱们明天少进点下水吧？行，听我媳妇儿的，明天卤味减半。
夏天光靠烤鸡撑着，利润增长就会触顶。沈念那2500块钱的手术费还差一大截，必须得找个能在夏天彻底引爆夜市的宵夜王炸。黑甲虫又把老子水田里的秧苗钳断了，我踩死你个挖沟子！大爷，这玩意儿这么多啊？可不是嘛，这几年不知道打哪儿泛滥起来的，水沟里、稻田里全都是，抓又抓不完，壳硬肉少，还一股子腥泥味儿，连猪都不爱吃。大爷，这东西有人要吗？谁要这破玩意儿？怎么，小伙子你看上了？实不相瞒，我家里只大呆头鹅，这玩意儿敲碎了喂鹅正好。大爷，这样吧，你也别费劲踩了，您帮我捞，只要是个头大的活蹦乱跳的，我2分钱一斤全收了，有多少我要多少。啥？2分钱一斤？小伙子，你可不许反悔啊！我这就回村喊人去。得嘞，谢谢各位大爷大叔大婶儿，今儿就到这儿，明天我还花几块钱买一堆腥臭的虫子，这城里人脑子绝对有大病。今晚的红星夜市注定要被这股即将诞生的红色风。你这麻袋里装的啥活物？怎么沙沙直响？哎呀妈呀，这不是乡下的劳务吗？这玩意儿一股子土腥味儿，可比石头还硬。你弄这么多这破玩意儿干啥？喂猫呀，别怕，这可是咱们接下来的摇钱树。这东西在泥沟里长大，腮里全是泥沙，加点醋和盐，能逼着他们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吐出来。来，媳妇儿，搬个小板凳坐下，我教你咱们大厨是怎么对付这东西的。第一步，捏住它背部的硬壳，这样它的2个大钳子就夹不到你。第二步，去虾线，你看它的尾巴是不是有3位尾翼？捏住最中间这片，左右轻轻扭2下，然后往外一拉。第三步，去沙包，虾头里脏东西全在这个沙包里，但虾黄是好东西，得留着。最后，把2侧的腹足和脏腮剪掉，用牙刷顺着它的肚子使劲刷，直到这层白肚皮彻底干净为止。好厉害！这么脏的铁甲虫居然能弄得这么干净。慢点，别让钳子夹到手。我抽出来了，汀州，这东西处理得这么干净，做出来真的会好吃吗？媳妇儿，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夜市之王。今晚7点，红星夜市。我操，老顾，你这又弄的什么新玩意儿？怎么这么香？麻辣小龙虾，专配冰镇啤酒的宵夜王炸。这不就是乡下水沟里的劳碌吗？这玩意儿全是泥，壳硬的咬不动，能吃？能不能吃，尝过才知道。今天新品上市，免费试尝一个，不好吃你吐我脸上。绝了，这玩意儿配啤酒。啊，老板，这东西怎么卖？给我来2斤，不，来3斤，给我来2斤，我要3斤，当之多给我交一点，我拿回去拌面条。别急啊，让我先买，我啤酒都端半天了。汀州，325块8毛，扣除2块多钱的收虾成本，再扣除大蒜、花椒和香料的钱，妮儿，咱们今天的纯利润破了100块。照这个速度，最多半个月，咱们不仅能攒够你做植皮手术的2500块钱，我还要带你做这红星县第1个万元户。妈，天热死了，我要吃冰棍，还要喝。哎呦，我的小祖宗，2块多一罐呢，妈上哪儿给你变去？去村口小卖部买冰棍解解馋。桂花婶子家绕足还愁没钱喝呢，你这当妈的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哟，你还不知道呢？你那个脖子上有疤的大女儿，人家现在可是红星县夜市里的老板娘啦！放你的连环屁！那个死丫头嫁给了顾廷川那个街溜子，成天吃上顿没下顿的，能当老板娘？那顾廷川能有那出息？人家说顾廷州2口子现在一天晚上起码能赚这个数，30块，呸，100块。一天100块啊！那死丫头现在穿的跟个城里阔太太似的。我说桂花，你当初100块钱彩礼就把女儿卖了，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一天100块，一天100块。桂花，刚才胖婶说的都是真的，那个街溜子发大财了，肯定是真的。胖婶犯不着拿这事儿编瞎话。妈，一天100块，那给我买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死丫头赚了那么多钱，凭啥不拿回来孝敬我这个弟弟？你果然小贱蹄子，丧尽天良的白眼狼，赚了大钱敢瞒着娘家，老娘今天非打死你可！老东西，你动他1根手指头试试！杀人了！女婿打丈母娘了！姐，你别躲，我听人说你们一天能赚100块钱，赶紧拿2000块钱出来，我要买个自行车，剩下的钱挣。我顾廷州赚的每1分钱都是给我媳妇儿花的。啊！我不活了呀！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嫁个人就不认亲娘了，黑心肠的死要逼死丈母娘了！妈，你别闹了。当初你们收了汀州100块钱彩礼，明明说好把我卖了，以后死活不管的。100块钱就想买断骨肉亲情，门儿都没有！今天不把钱拿出来，老娘就不走了！我死在你们家门口，让你们背上一辈子的骂名！你不给钱是吧？老子今天先砸烂你的头，再把你那破3轮车砸个稀巴烂，钱全都是我的！你个死丫头，你敢打你亲弟弟！我不许你们碰顾廷哥！你们凭什么来要钱？凭什么？那钱是廷波1分1毛熬更守夜，站在火炉子边上烫出1手泡才赚回来的，你们谁也别想拿走1分！我告诉你们，我沈念是顾廷州的媳妇儿，这辈子都是顾家的人。你们今天要是敢动他一下，敢抢他1分钱，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跟你们同归于尽。我是你亲娘，他是你亲弟，彩礼把我像扔垃圾一样赶出家门。现在看到廷波赚了辛苦钱，你们就来抢。我媳妇儿的话听清楚了吗？
再敢踏进这筒子楼半步，老子剁了你的手喂狗！滚！杀千刀的顾廷周，你给我等着！老娘这就去报官，告你拿刀杀人，还要去官府举报你投机倒岗，我让你的夜市摊子今天就关门大警！去报官，正巧我也想去，要不咱们一起去？你少不搁这虚张声势，你真以为我不敢去？上个月13号晚上，红星拖拉机厂后墙那个大洞是怎么回事？拖拉机厂刚刚建新厂房，丢了整整3捆用于地基的承重钢筋，是你伙同镇上的几个26楼用3轮车拉走，偷偷卖给了隔壁县的废品收购站，换了400块钱，对吧？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听不懂。还有，再跟官府报备一下，大平村西头寡妇王二娘家地窖里的那个地下赌场，你爹沈老汉上个星期在里面推牌九，输了整整300块钱，还偷偷把你娘压箱底的金戒指给当了。啥？那个老不死的居然敢背着我赌钱，还偷了我的金戒指！钢筋销簪的收据，还有你爹在赌场按了手印的欠条、副本都在我手里。不信，你们大从今往后，沈念跟你们沈家再无半点关系。你们要是再敢来烦我媳妇儿一下，我保证让你们大的送去采缝制机，小的送去吃花生米。听懂了吗？听懂了，姐夫，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千万别报官。没事了，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来了。妈，不对啊，他天天在夜市颠勺，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卖钢筋的事儿？还有爹去地下赌场，那都是大平村熟人知道的秘密。他就是在诈咱们。对呀，他一个城里摆摊的，哪来的收据和欠条？好个小畜生，敢拿话唬老娘，还泼了我一身脏水！领导，就是他，他不仅投机倒把，还不赡养老人，甚至拿刀要杀他七舅子啊！有人举报你持刀威胁，还涉嫌虐待老人，跟我们回所里走一趟吧。小娃娃老子，你不是牛吗？你不是要报官吗？今天你要是不拿出2000块钱赡养费，老娘让你进去踩缝纫机！领导，既然说到赡养老人，我想请您先看一样东西，念出来让大家都听听吧，免得说我顾某人不讲良心。今收顾廷周彩礼人民币100元整，自愿将长女沈念嫁入顾家。自立自据起，沈念与大平村家负责，沈家绝不登门攀扯，绝不索要财物。立据人：沈大强、刘桂花。天老爷，100块钱，80年代初一个嫁钱，嫁分明是嫁女卖女。现在看人家赚了钱，跑上门来要2000块，还要不要脸啊？刚才还泼妇骂街，呸，真恶心！这不算数，我是他亲妈，大腿骨头连着筋，法律也得管。法律当然管，但你们当年收了高额彩礼，现在又上门强行索要巨额钱财，这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甚至敲诈勒索。你们母子俩跟我回局里走一趟，好好交代一下敲诈勒索的事儿。领导，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我妈非要来的，我不要钱了，我再也不敢了。回去告诉你爹，大平村地下赌场的事，我已经写好举报信。站住！谁让你们走的？领导，误会，都是误会啊！我们真没想敲诈，我们就是来看看我姐。少来这套，敲诈勒索加上寻衅滋事，至少才5年缝纫监。跟我回去好好交代。孽丫头啊，我可是你亲妈呀，快帮你弟弟求求情啊！领导，他们毕竟和我媳妇有一层血缘关系，如果真把他们送进去，我怕脏了我媳妇的名声。对，姐夫说的对，我们是一家人啊！别急着攀亲戚，我不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姐夫您说。自今日起，沈念与大平村沈家彻底断绝一切亲属关系。签了这份断亲书。妈，你还在想什么？你真想看我去死吗？你不签我签。领导，您今天也在场，就劳烦您做个见证了。行，既然受害人决定私了，这事儿就按字据办。以后你们俩要是再敢来纠缠，2罪并罚，严惩不贷。滚吧。念念，以后你没有娘家了，但你有我。念念，去换身干净衣裳，带上咱们的家当，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呀？这还有大半盆虾没刷完呢，晚上夜市该供不上了。不差这一晚上的钱。我们去解放路。不，进来看看。廷周，这是谁家呀？真气派！多少10年？咱们那边的房子1个月才3块钱，这里起码得几十块吧？太贵了，咱们赚钱不容易。傻丫头，这是我们家，我租下来了，1个月35，钱赚来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的。这里有独立水池，你以后洗菜就不用去闻公共厕所的臭味了。这院子够大，咱们的3轮车也能直接开进来。最重要的是，咱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用看那些。周这是真发大财了啊！居然搬去喜放路住大平房了。听说那边的房子1个月租金抵咱们大半个月工资呢。早知道他有这本事，当初我说什么也得把我侄女介绍给他呀。沈念那个丑八怪真是走了狗屎运了。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又叹气呢？再叹下去，小老太婆都要被你叹出来了。能不叹气吗？这雨下了3天，咱们就3天没出牌，一天少说挣100多块钱，3天就是好几百啊！而且那几百斤收来的小龙虾在池子里养着，每天都有死掉的，这损耗看得我肉疼。李叔，快进屋躲躲雨，不进了我就摆说个信儿。顾老弟，出大事了！今天下官府下了通知，要整顿市容市卯，夜市不让摆了，说能摆，但只能推到划定的胡同4角里。不仅要办各种证，还要卫生管理费，谁敢把车推到主路上，直接没收。廷周，这可怎么办？要不咱们以后少弄点，去他们划定的偏僻胡同里摆。胡同里没客流量，而且卫生条件差，咱们卖的是吃食，去了那种地方等于自砸招牌。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那咱们以后不干了？当然干，
而且要大干，露天摊位，靠天吃饭，风吹日晒。不仅你跟着我受苦，我们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饭店。我要让你坐在柜台后面，当真正的老板娘。好，我听你的，咱们开店。绝佳的风水宝地啊！一楼是个极其开阔的大平场，哪怕摆上30-40张大圆子都绰绰有余。后院的空间也非常充裕，完全可以改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超大型后厨。小伙子，别看了，这都关门大半年了，里面连只老鼠都饿瘦了。大爷，这么好的位置空着多可惜，就没人想租下来做买卖？谁不想啊？这可是火车站的咽喉要道。但是啊，这房子是官府的资产，听说现在想把这地方对外承包，可那承包费一年要1500块钱，这还不算重新装修的钱，所以就一直搁置到现在喽。1500块在80年代末，相当于普通工人4-5年的工资。但对于刚刚靠着小龙虾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我来说，这个价格不仅不贵，简直就是白捡的白菜价。这块肥肉我要定了。办事啊，去外边排队拿号。王主任，我不办事儿，我来替您排忧解难。火车站那个空置的供销社，我要了。小伙子，口气不小啊！那地方一年承包费1500，你一个摆摊的吃的。那1500块的报价是你们挂在明面上的，但实际情况是，那房子已经空置大半年了，屋顶漏水严重，下水道老化堵塞，谁接住，光翻修就得砸进去大几百。这笔钱，街道判现在根本拿不出来吧？不仅如此，供销社黄了之后，原来那批职工的安置问题，还有今年片区里几个就业指标一直压在您头上，上面没少给您脸色看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接手供销社，所有开业后维修解决3名退伍军人或待业青年的就业指标。我承诺优先解决片区内3个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给您分担政治任务。但是作为交换，承包费1年1200，而且我要签10年的死合同。只要您点头，我今天就付清前2年的租金。10年不涨租，不行，顶多签3年，3年后按市场价走。主任，那房子再空一个冬天，水管一冻裂，明年就是个危房。等等，您要是觉得3年更划算，那您就继续留着长蘑菇吧。1200就1200，10年也依你。但这可是你说的，回师费给招大团全包，还得3个待业青年。一言为定。天哪，汀州，这么大的地方，真的是咱们租下来的？不仅是租的，接下来10年这里都攒满的地盘。念念，以后你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娘了。不过在开业前，咱们这墙怎么只砌一半，上面全偷空装玻璃？你这全露在外面，油烟咋办？这叫明档厨房。之所以装大玻璃，就是要让所有坐在外面的食客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咱们后厨有多干净，食材有多新鲜。在这个年代，敢把厨房亮给客人看的，全县只有我一家。这客人吃饭看后厨干啥？还有这里，靠墙的位置全给我打成连排木椅，两两相对，中间固定桌子，这叫独立卡座，给客人留出私密空间。这是咱们的店，这简直比市里的百货大楼还要气派。顾老板，我老陈打了一辈子家具，没服过谁，但你脑子里这些新奇的点子，我是真服了。这饭馆别说在咱县城，那也就挣头1份的厂量啊。硬件已经无懈可击，接下来就该让这台超级印钞机正式运转起来了。念念，坐下。汀州，你这是干什么？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只会算点简单的加减法。这么大的饭馆，我怕我算错账给你赔钱。傻丫头，饭馆开业以后，我在后厨掌勺，前面大厅的收银和调度谁来管？外人我信不过，只有交到你手里我才踏实。可是就那么几句，来，1上1，2上2，3下5除2。看，我们家老板娘多聪明，除了管钱，你还要学会管人。你是老板娘，他们是员工，你脾气太软，容易被人看轻。记住了，以后在店里，除了我，你最大。面对他们，你可以客气，但遇到原则问题，比如上错菜，对客人态度不好，你绝不能退缩，必须板起脸来狠狠的罚。有我在你后面撑腰，你怕什么？做错了要罚，但做得好，咱们就大方的给奖。恩威并施，胡萝卜加大棒，他们才会打心眼里敬畏你，服从你，明白吗？我明白了，汀州，我一定好好学，绝不给你丢脸。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明天做承载着2人希望的饭店，就要在这个80年代的县城掀起一场真正的美食风暴了。乖乖，这饭馆装的跟大城市的洋行一样，进去吃一顿，不得把半个月工资搭进去啊？就是，你看那地砖，白的都不敢下脚，咱老百姓可吃不起这精细活。等等，这香味儿怎么这么熟？这不是夜市那个卖神级卤味和小龙，死活找不到他的人影，原来是赚了钱，跑到这儿开大饭馆来了。顾老板，给我来2斤麻辣小龙虾，再切半斤猪大肠，2瓶冰啤酒。我也要半只8珍烤鸡，在这儿吃。别挤，老板给我占个座。3号桌加菜，6号桌啤酒没了。小伙子，今天我有贵客，把你家老板叫来。那些排档菜不够看，有没有什么平时见不着的稀罕玩意儿？钱不是问题，要的是排面。老板，李厂长要加硬菜。李厂长，既然要排面，那就尝尝咱们饭馆今天刚推出的镇店之宝——松鼠桂鱼。松鼠桂鱼，好，就它了。好快的刀，这哪是做菜呀？这是在变戏吧？
起锅！顾老板，就冲这道菜，以后县里有领导来或者招待大客户，我全带到你这儿来。我的乖乖，那是桑塔纳吧？我还是头一回在咱们条街了，那是县里大领导才有的配车。这小饭馆到底什么来头啊？怎么把这尊大佛给招来了？赵局，今天您千万别跟我客气，老李跟我打包票了，说这里的松鼠桂鱼和八珍烤鸡，全省都找不出第二家。老板在吗？把你们这儿的拿手好菜全上一遍，钱不是问题。好的，王老板您稍等，王老板要点菜。知道了，王老板，今天给您安排松鼠桂鱼、八珍荷叶鸡、葱烧海参、开水白菜，您看合口吗？这味道绝了，这刀工这火候，赵局，我在省城大饭店吃的都没这个地道啊。顾老板真是真人不露亮，以后咱们单位的定点招待就全放在你这儿了。几个月前，我们还挤在漏雨的破筒子楼里，为了一顿白菜发愁。而现在，县里最顶尖的大人物竟然开着小汽车排着队来吃汀州做的菜。不用找了，剩下的当给老板的辛苦费。汀州小贩子的档次，在这一刻被这几辆停在门口的桑塔纳和胶铺车彻底拉升到了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整个红兴县的餐饮界都要变天了。喵的，老子这桌的菜怎么还没上？是再说了，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你他妈跟谁顶嘴呢？信不信老子今天把你们这破店给砸了？大成，退下！哟，老板娘，顺子，去把大门官府堵死。今天谁砸了东西，没赔钱之间，一只苍蝇都别放出去。你去接队官府找刘领导，就说今天中午跟赵领导在咱们店里吃饭的时候落下一份文件，顺便告诉刘领导，咱们店里有人寻衅滋事，要砸店。各位街坊客官，实在对不住，今天惊扰到大家吃饭的雅兴了。为了赔罪，今天全场每桌加送一盘咱们的招牌卤大肠，算我沈念请客。大家安稳坐着，该吃吃，该喝喝，天塌下来，我们汀州饭馆兜着。好，老板娘敞亮。这还是那个在筒子楼里被邻居骂一句就躲在角落里掉眼泪的自卑小可怜吗？老婆，干得漂亮！你先别看书了，闭上眼睛。好，我闭上了。咱们沈老板这是要给我变什么戏法？不许偷看啊！这是给我的？当然是给你的呀，快穿上试试。真好看。定做这么一套好料教的西服，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的钱？这是我自样了。你每天要见李厂长、赵局那么多大人物，总不能还穿着那2件旧衣服。你在外面撑着咱们这个家，我不能让你被别人看清了去。这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他着想的女人，夫复何求？念念，明天咱们停业1周，钱攒够了，明天我带你去市里最好的医院。哎呦，桑塔纳，顾老板这是要带老板娘去省城吧？汀州，这是谁家的车呀？我花钱包的车，专门送咱们去市医院的。从县里去市里路远，骑3轮车太颠簸，坐火车又挤又杂。咱们现在不差这点钱，我怎么舍得让我媳妇去受那个罪？上车。这包里装着家里仅有的3000块钱，是我们全部的希望。赵主任，好久不见，我带我爱人来做植皮修复手术了。是你们啊，红兴县来的那对小夫妻，你们真凑够钱了。赵主任，2500的手术费，剩下的是住院费和营养费，钱不是问题，我只要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药。小刘，赶紧带病人家属去缴费，直接安排特护单人病房，通知手术室，立刻给这位女同志做术前检查，我亲自安排明天的第1台手术。谢谢大夫。大夫，成功，只要这几天注意别感染，我保证拆线后她脖子上什么瑕疵都看不出来。谢谢大夫。我自己来吧。别乱动，扯到伤口怎么办？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乖乖躺着当少奶奶，剩下的都由我。大妹子，你这命也太好了吧！你看看你家这口子，长得一表人才，还能赚钱，最要命的是还这么会疼人。我家那个死鬼老公要是能有他1半体贴，我这阑尾炎发炎也值了。他喝完汤，在安稳的环境中沉沉睡去。顾廷舟替他掖好被匾，把陪护椅拉好，降维打击的惊喜。老板，这批疗参是今年春补的吧？可惜运输受了潮，表面挂的盐霜都花了。还有这干鲍，虽然够不上要糖心的级别，但也勉强算得上是30头的好货。就这么像破烂一样堆在地上，暴殄天物啊！小兄弟，哦不，大老板，你懂行。这批货是我去沿海进货时被人忽悠拿下的，原本想在各大饭店大赚一笔，结果市里的厨子根本处理不好这玩意儿，做出来的菜又腥又硬，全被退了货。这几个大麻袋的石头压了我大半的身家，眼看就要玩意儿在我们厨行里叫干货，7分靠火候，3分靠发泡，没有纯净水和秘制高汤，温火慢人3天3夜，根本逼不出它的鲜味。这批货只要您能吃得下，我绝对给您跳楼价，只要能回个本就行。王老板，这批货只是个开始。我叫顾廷舟，不出3个月，我会让这些东西在红兴县成为达官贵人们抢破头的极品。到时候我保你赚的比现在多10倍。顾老板爽快，以后有最好的海活，我王某人全给您留着。食材有了，但海鲜对储存条件的要求极其严苛，店里老旧的冰柜根本压不住。同志，这台冰柜怎么卖？的压缩机标价5800，而且光有钱不行，得有市物资局的批条，外加500外汇券才能提货。经理，明人不说暗话，这台冰柜摆在这大半年了吧？每个月还得盘点保养，对吧？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政策就是政策，没条子我真不敢。6500块，全现金。
多出来的700块足够你在黑市补齐那些外汇骗查价，剩下的就当交个朋友，按溢价商品走账，既没违反规定，又帮你清了库存死。我这就去给你办提货手续。师傅，这车货很金贵，直接开回红星县，停在火车站旁边的后院，汀州小饭馆。到了那儿会有人结你双倍的运费。得嘞，您放心，保准给您平平安安送到。好了，咱们也该回家了。哟，桑塔纳，这是哪来的大人物？去了一趟市里，顾老板身上的气场越发深不可测。那是顾家媳妇儿，是沈念。大丑八怎么没了？这去了一趟市里，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跟画报上的电影明星似的。我操，这是个啥玩意儿？这么大个铁疙瘩！你瞎呀？那是冰柜，我在百货大楼见过一次，西德进口的压缩机，双开门的，据说要5、6千块钱，还得要啥滑边。汀州，你弄出这么大动静，不怕同行眼红吗？要的就是他们眼红，要的就是整个红星县都知道。媳妇儿，通知后厨备料，明天咱们重新开业。我要让那家高高在上的国营饭店连口汤都喝不上。老板娘，先提2瓶啤酒，热死了。哈，痛快，真他妈的痛快！这冰啤酒喝下去，骨头缝里都透着凉气，爽。什么味儿这么香？绝了！我在省城大宾馆都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海参，顾老板这手艺神了！以后请客全来顾老板这儿才有面子。汀州，今天一天的纯利润突破800块了，那几桌点海参包厢的，一桌就花了大几十。一天800块的纯利，这在这个人均月工资40、50块的年代，简直就是抢钱。一台5000多块钱的大冰柜，按照这个速度，1个星期就能把本钱连本带利全赚回来。顾老板，弟妹，今儿中午先别接客了，哥哥我有个事儿找你商量。王总这么早就来喝酒？不喝了，顾老弟，哥哥我直说了，我老父亲后天60大寿，这寿宴老弟你必须接下，10桌，你给我把场子撑起来，钱不是问题。王总，我这店面不大，10桌摆下来会有点挤，而且我的规矩您懂，我用料都是顶级的，价格可比国营饭店的贵的。拿钱，咱包场，菜全按你最高的，我要让我老父亲吃的比皇帝还舒服。好，既然王总这么信任我，这单我接了，我保证这场寿宴能让整个红星手艺。去，现在就去国营大饭店，把老子交的那500块定金退回来。这寿宴老子不在他们那儿办了，你们凭什么退订？菜我们都已经备好了。凭什么？凭你们做的是猪食。我们王总已经把寿宴包给汀州小饭馆了，人家顾老板做的菜才叫高档，赶紧退钱，别耽误老子回去给顾老板打下手。顾汀州，你想办大寿宴是吧？行，我让你后天不仅办不成，还得让你这破店彻底关门。经理，这咋办啊？备好的料，乖，煤矿的王老板，纺织厂的李厂长，甚至县里那几位平时根本见不着面的大领导全来了。这排场把国营大饭店甩出8条街都不止啊！王总啊，老爷子60大寿，你怎么选在这么个个体户的小店里办，不去国营大饭店了？刘局，您这就外行了吧？国营饭店算个屁！今天我给各位准备的可是真正的御膳，您待会儿吃一口就明白了。吉时已到，上菜！这是菜，这他妈的是艺术品吧？主菜佛跳墙到，绝了，太绝了！我前几年去京城开会，有顾老板这中汤来的震撼。顾老弟，神仙手艺，以后全县的饭局，谁要是不定在你这儿，那就是没品位。经此一役，汀州小饭馆的名号彻底踩碎了国营大饭店最后一丝尊严，登顶红星县餐饮界的绝对宝座。每天傍晚时分，汀州小饭馆门外的马路边必定会整整齐齐地停上一溜小汽车，简直就像是县里在举办什么豪车展。您好，这里是汀州小饭馆，对，我是沈念，张局长是吧？真不好意思，明后天的包厢已经全满了，对，只能排到大后天晚上了。行，我给您把佛跳墙和松鼠桂鱼备上。汀州，咱们今天的纯营业额破了2000块，而且咱们柜台后面的保险柜里，这1个多月攒下来的现金已经快6万块钱了。6万块，这只是撬动时代的第一块筹码。这周高档包厢订出去几桌？一桌都没有，连原本定在咱们这儿办满月酒的李科长，宁愿连定金都不要了，也跑去排队订那个什么汀州饭馆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好，你们连口连流汤都不给我留。既然你让我活不下去，那你也别想安生。哟，这不是国营大饭店的王大经理吗？什么风把您吹这破地方来了？黑哥，帮我办件事儿，火车站主街那个汀州小饭馆，你带几个兄弟去给我平了他。王经理，顾汀州现在的名气可不小，每天去他那儿吃饭的达官贵人不少，这活儿可有点烫手啊。等晚上他们打烊了，大人物都走光了，你们再动手。特别是那台双开门大冰柜，那是他的命根子，给我砸成废铁。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别在红星县开饭馆。王经理放心，砸场子这种事儿，兄弟们最在上了。今天晚上我就让他那个什么破饭馆变成一堆破铜烂铁。黑哥是吧？城南台球厅看场子的，1根筷子。明天我就让刘局长亲自带队平了你的台球厅。王经理给你那1000多块钱，
够你兄弟们吃几颗花生米了。王经理，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找街头盲流去对付同行，手段太低级了。李胖子，你那认识不少领导。对付一个厨子，哪用得着动刀动枪？他最近不是搞什么高端菜小龙虾吗？肉类消耗肯定大。我表弟在屠宰场上班，咱们只要找人去官府实名举报，就说他顾廷周为了暴利，暗中收购便宜的温猪肉，后厨卫生根本不达标。就算他认识局长，这种涉及严重食品安全的恶性举报，上面也必须当众查封停业调查。经理，要是他那后厨的重罪，好，你赶紧他顾廷安排，怎么的？谁是老板？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你店里长期使用温猪肉和腐败食材，现在立刻停止营业，所有后厨封锁，接受检查。温猪肉，天哪，咱们吃的不会是死猪肉吧？快别吃了，我就说他怎么能赚这么多。各位，稍安勿躁。同志，既然有人实名举报我用温猪肉，那今天如果查不出问题，是不是也该给我这个合法经营的艮体户一个说法？如果诬告，我们自然会追究举报人的责任。但现在请你配合检查。好，查，而且得当着全县老百姓的面，大大方方的查。这比咱们县医院的食物室还干净啊！这是我从市里最大的国营农贸肉联厂及卫生检疫部门盖的红戳。我顾廷周做的是长久买卖，每天来吃饭的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宁愿把成本提高30%去市里拉最顶级的鲜肉，也绝不可能用1斤来历不明的垃圾肉。各位同志，那边的冰柜里也看了，全是高档海鲜和鲜肉，保存的极好，没有任何问题。各位同志，经过我们严格检，廷周小饭馆的食材不仅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卫生标准更是全县第一。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恶意诬告。顾老板大气，这卫生这做派，在咱们红兴县是独一份儿。这肯定是哪个眼红的同行龌龊事儿，真他娘的不要脸！树大招风，我这小店抢了某些大饭店的风头，难免遭人忌讳。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今天正好借诸位执法同志的接手，这一场原本足以毁店的危机，在顾廷周绝对的实力和底气面前，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成了一场震撼全县的超级广告。哎呦，我就说嘛，这家店开业才几天，凭什么天天爆满？原来是黑了心肝，用死猪温猪糊弄了百姓啊！真的假的？那温猪肉是不是要出人命的？怎么不真？人家官府的车都停在这儿了，看着吧，一会儿肯定就得贴封条抓人了。联合突击检查。廷周小饭馆的食材不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全部是市里最高规格的特级白条猪，手续齐全。而后厨的卫生标准更是全县的标杆。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恶意举报，我们将严肃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科长，你们是不是没仔细查？他每天卖那么只肉，怎么可能不用便宜的温猪肉？你们再去他冰柜底下翻翻。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举报内容是温猪肉？这次举报是匿名电话，除了内部人员，没人知道细节。莫非那个造谣生事的人就是你？我瞎猜的，我就是个看热闹的。李主厨。好久不见啊！不在国营饭店后厨炒菜，跑来我这里看笑话，真是难为你了。不是国营饭店的李胖子？懂了，肯定是国营饭店最近没生意，眼红人家顾老板，故意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姓顾的，你别血口喷人！你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还怕别人查吗？我当然不怕查，倒是李主厨，既然今天各位执法同志都在这里，我倒想实名举报一下国营大饭店。上周二，你表弟从城南屠宰场以每斤1毛钱的废肉价，给你拉了500斤快发式的槽头肉。上个月，你把厨房里生了蛆的火腿切掉外皮，继续做成红烧肉卖给半泔水桶，3天不到一次，老鼠都能在案板上做窝。你问问你自己，到底是谁在用死猪肉糊弄老百姓？天杀的！我上周刚在国营饭店请客，我说那肉怎么一股怪味儿？走，去砸了那家黑心饭店，把他给我扣下！所有人上车，立刻去国营大饭店后厨突击检查。科长误会啊，他胡说的，他胡说的！跳梁小丑，也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哎呦，科长，您这是干什么？李爆厨怎么惹着您了？干什么？查你们的后厨！所有人立刻封锁厨房，连一个垃圾桶都别放过，给我搜！等，我们可是国营单位，你们凭什么？我的老天爷，这味儿比公共厕所还冲！科长，您过来看，这是典型的槽头肉，上面全是没有处理干净的淋巴结，而且已经变质发黏了。还有这火腿，外面一层堆长了毛，被他们用刀削去了一半，剩下的还准备备菜用。王经理、李主厨，你们俩好大的胆子！拿国家的采购款去买1毛钱1斤的淋巴肉糊弄老百姓，剩下的钱去哪儿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卫生问题了，这是严重的贪污渎职和投机倒把。领导，都是冤枉的。李大富、王德发，你们涉嫌严重危害人民安全，都被他拿了，是冤枉的。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审查。放屁！你个死胖子，明明是你表弟找的野路子，老实点，带走。呸！丧尽天良的东西，活该，拉去吃花生米都不为过。曾经象征着红兴县最高餐饮标准、辉煌了10几年的国营大饭店，因为一场令人作呕的卫生丑闻，名声彻底扫地，沦为全县人民饭后的笑柄。前世的血海深仇，今天总算做出了结。李胖子，在里面好好待着吧。国营饭店倒了，红兴县餐饮界的王座空出来了，接下来该是我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平洲，算出来了，咱们这个月加上卖冰镇啤酒和高端海鲜，纯利润足足有2.1万块。念念，咱们现在的存款加上这几个月满打满算有多少？咱们存折里现在一共有15000块零头，再加上这3个月的盈利，一共大概有78000块左右。真好。国营大饭店整栋楼拍卖，底价8万，
天哪，这也太贵了，谁买得起啊？我买。我们要买下来。那栋3层小洋楼，光是大厅就能摆下30张大圆桌，更别提2楼、3楼那。买下整栋楼，而且是连地皮一起买断。念念，我们的手艺和口碑已经把全县最高端的客源全都抓在手里了。这个小饭馆的池子太小，装不下我们的未来。那栋3层小楼，才是我给你打下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基石。可是我们的钱不够啊，底价就要8万，万一有人竞拍，加上后续的重新装修，哪怕我们掏空家底，也还差2、3万呢。钱不够，就去银行贷款。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就搏一把。明天一早我就去银行把所有的死期存款全取来。我刚才把所有的账目都盘了3遍，情况比我们昨晚预想的还要严重。你看，县里定的起拍底价是8万，那地方位置太好，万一拍卖会上有人跟着举牌抬价，我们手里最少得准备9万块才能确保拿下。这还只是买楼的钱。我今天下午去建材市场问了价，3层楼的硬装翻新、买新家具，加上过户的契税和办各种手续的手续费，最保守的估计也要2万块。也就是说，咱们想把这栋头盘下来并顺利开业，总预算至少需要11万。可是咱们所有的存折、现金，加上这个月的利润，汀州，我们实打实的差了3万块钱的巨大缺口啊！汀州，要不咱们再等等？现在咱们店里生意这么好，1个月能赚2万，只要再稳稳当当的干上2个月，这3万块钱就能攒出来了。现在去买那栋楼，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念念，商场如战场，战机稍纵即逝，县里急于甩掉国营饭店这个大包袱，所以才会把底价压到8万这么低。等过2个月。如果被有眼光的大老板盯上，别说8万，12万都拿不下来。这栋楼我们必须现在就吃下去。可是那3万块钱的缺口怎么办？咱们在县城亲戚朋友不多，就算把大家都借遍了，连3000块钱都凑不出来，更别说3万了。找亲戚借钱是小农思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的项目足够好，钱是会自动找上门来的。把心放到肚子里，明天饭馆你先照看着，我去一趟县信用社，这3万块我给你拉回来。第二天，顾廷舟去了信用社，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死板。信用社虽然看中了他饭馆的流水，同意放贷，但80年代的国营金融机构手续极其繁琐，一套审批流程走下来，最快也要1个月。而距离国营大饭店大楼的拍卖会只剩下最后7天，去把存折里现金要干嘛去？信用社放款太慢，赶不上7天后的拍卖会。念念，我要去一趟特区，放心，这2万块是我们的本金，餐馆这几天就交给你了。等我回来，不仅把大楼买下来，我还要让你当全县最风光的老板娘。漫长的1天1夜里，他几乎没有合眼。半夜有几个贼眉鼠眼的小偷试图靠近，全被他那冰冷狠厉的眼神给吓退了。迎面而来的是深城特有的湿热海风，以及满大街闪烁的霓虹灯、震口欲聋的流行音乐和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红男绿女。在这个连县城都没有几栋高楼的年代，眼前的特区已经初具现代都市的狂野雏形。去华强北电子批发大市场，顾廷舟凭借前世毒辣的眼光，他将带来的2万块钱现金全部换成了当时北方最紧俏的尖货。当红兴县火车站那熟悉的破旧招牌映入眼帘时，已经是拍卖会的前一天下午了。距离明早9点的举牌只剩下不到20个小时。去国营5金店大楼，散卖利润虽然高，但太浪费时间。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天货，咱们县供销社去省城求爷爷告奶奶都批不到这种款式。赵经理，明人不说暗话，电子表我给你15块，收音机我算你80。不过我有个条件，这2大白带的货我要你一口气全吞下，而且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结现金。行，你等着，我去申请提用备用金。明天上午9点就是拍卖会了，汀州，你在哪儿啊？不会遇到歹徒了吧？你吓死我了！你要是回不来，我要那栋大楼有什么用啊？点点吧，老板娘，2万块钱的本金除掉路费，咱们一共带回了5万5千块的现金。5万5，加上咱们存折里的7万8，汀州，我们现在手里有整整13万千块钱。钱凑齐了，明天上午9点跟我去官府，咱们去把那栋楼砸下来。哟，这不是汀州小饭馆的顾老板吗？怎么着？今天国营饭店拍卖，顾老板是想来捡点人家不要的旧锅碗瓢碗回去接着用。人家顾老板现在可是咱们县的名人，卖小龙虾一天也能赚个100、10块呢。不过嘛，顾老板，这可是县房产的竞标大会，底价就是8万块，你一个小会儿连个保证金都交不起，让领导看笑话。我是来买楼的还是来收破烂的，跟几位有关系吗？各位要是嫌钱多烧得慌，一会儿举牌的时候见真章就是了。光在这儿逞口舌之快，像个村口的老娘们儿。肃静，拍卖会马上开始。各位，今天拍卖的是原十字街国营大饭店的3层产权大楼，起拍底价8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现在竞拍开始。8万8， 9万5千，还有人加价吗？9万5千1。11万。姓顾的，你疯了！你一个小饭馆的厨子，你拿得出11万？你要是敢瞎喊价、虚假竞拍，今天官府的人能直接把你抓进去。11万现金，全在这里。刚刚谁说我交不起钱的？还要继续往上加吗？我顾廷舟奉陪到底。这不可能！你一个小饭馆的，怎么可能拿得出11万现金？这钱肯定是假的，对，肯定是假的。假不假，验验不就知道了。快过来请点，赵主任，
点清了，整整11万，一分不少，全是真钞。11万，顾老板出价11万，还有没有人要加价？11万2次，11万3次，成交！恭喜顾廷州老板成功拍下原国营大饭店3层大楼及附。幸了，廷州，感觉像做梦一样。哭什么？成了大老板娘，怎么还变成小哭包了？念念，看好了，我会找最好的施工队，把这里全部推倒重装。不出2，这里我们自己的招牌将会挂上为整个红星县，甚至整个市里最豪华、最高端的酒楼。顾老板，这图纸是哪位省城大专家画的？我老鲁干了半辈子工程，就没见过这么盖饭店的。80，砸！照着图纸，把这些没用的干墙全给我砸了！师傅们，先歇会儿，喝口绿豆汤去乳气。谢谢老板娘。好家伙，这阵仗，顾老板这是要盖个皇宫出来啊！把墙全砸了装玻璃，我的乖乖，以后这地方怕是没个大几10块钱连门都进不去喽。最多1个月，我会让整个红星县的富人都以能在这里请客吃饭为荣。廷州，这酒楼足足有3层，光包厢就有10几个，到时候开业了，就算你长了3头6臂，一个人在后院也吵不过来啊。媳妇儿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明天要去解决的事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咱们这艘大船要远航，后厨必须得有一根针。这儿只有喂猪的泔水，没有能配得上这酒和肉的席。没走错，我就是来找曾经名震省城的乔一刀的。晚辈顾廷州，在县城盘了个3层楼的馆子，想请八爷出山坐镇后厨。小子，你干什么？当啷玄万游四道法，你到底是什么人？八爷，真正的好手艺不该跟着那些烟杂事一起烂在泥里。我的酒楼菜品就是唯一的规矩。您要是还有当年那份不甘心，就跟我走，咱们一起让那些曾经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中国菜。好，老子跟你干了！我倒要看看你这小狐狸能折腾出多大的。各位，恭喜你们通过了初试。你们可能习惯国营饭店那一套，觉得服务员就是端个盘子，顾客爱吃不吃，不吃就给脸色看。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在廷州大酒楼，服务不是端盘子，是让人花钱买舒心。从今天起，微笑要露6颗牙，走路要用标准台步，说话音量必须控制在让第三者也能清晰听到的水平。今天站在那20个姑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起去年在筒子楼被邻居指着鼻子骂的场景。那时候我觉得我这辈子大概都抬不起头了，可现在我居然能在这里教别人怎么当服务员了。傻瓜，能让你抬不起头的人只有你自己。你已经站起来了，而且站得比谁都高。后厨有乔八爷镇着，前厅有你管着，咱们的酒楼一定会是整个红星县最亮的那颗星。再过半个月，咱们的廷州大酒就要开业了，到时候全县的人都会知道红星县最亮的招牌姓顾。我的亲娘老子呀，这是饭馆开业还是首长下乡阅兵啊？你瞅瞅人家那气派，那门楼子修得跟皇宫似的，那大玻璃反光都能闪瞎眼。顾老弟，哥哥我今天可是把市里开会的几个老朋友都拉来给你捧场了。欢迎光临廷州大酒楼。顾老弟，你这服务，哥哥我上次去特区深圳的大酒店也就这待遇了吧？吉时已到，请诸位贵宾观礼剪彩。这一刻，全县震动，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红星县餐饮界的历史在这一天被眼前这个年轻的和服务的确是没得挑。不过这菜嘛，地方就这么大个地方，还能吃出花来不成？今天也就是给你面子，过来给年轻人捧个人场罢了。老领导，您别急下定论，待会儿啊，您可千万别把舌头给吞下去。火力开到最大，冷盘赶紧走，别让前面空着桌子，让这帮土包子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规矩。诸位贵宾，这道菜名为开水白菜，是传统的国宴名菜，请慢用。开水煮白菜，这味道，这哪是水啊？这比喝10口老母鸡汤还要鲜亮通透。这干丝细得跟头发丝一样，这鲍鱼火候太绝了，服了，彻底服了。我敢说，整个省里绝对找不出第2家比这手艺更高的后厨。老领导，我没骗您吧？顾老弟这里的菜，吃一口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这一顿饭不仅吃饱了这些权贵的胃，更彻底锁死了他们的心。从这一刻起，廷州大酒楼不再是一家普通的饭店，而是成为了整个红星县乃至整个地质市权贵们心目中无可替代的顶级应酬圣地。5000、1万、2万5，廷州，我们这一个星期的纯利润竟然有整整4万块。这点钱也就是个零头，赶紧把燕窝喝了。你现在可是全县最大酒楼的老板娘，得注意保养。老板，这帮孙子给咱们玩阴的！怎么了，八爷？发这么大火？今天早上，县里的肉联厂还有市里最大的海鲜批发商，全把咱们的货给断了。我找人打听了，是市里望月楼联合了县几家老牌高档饭店，凑钱把这2家的货全包圆了。他们这是想从源头卡顶我们，要是连着几天开荒，刚建立起来的口碑就全砸了。我的老天爷！那是个什么蜘蛛精，那么大个儿？什么蜘蛛精？是帝王蟹，我在坏报上见过，连市里的大领导都不一定吃过鲜活的。当天中午，清蒸帝王蟹、蒜蓉粉丝蒸奥龙等降维打击般的顶级大菜端上桌，廷州大酒楼的名气借着这场危机彻底轰动了整个地级市。沈老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省城可不比你们下边的红星县，最近建材1天1个价，
之前的合同不算数了。你要想这工程不延期，人工和材料费得再加30%，加价30%。马总，这是昨天省城3大建材批发市场的最新出货单，按照我们的工程量，总成本的溢价绝对不超过5%。你一张嘴就来的，还是觉得我沈念是个不长脑子的蠢女人？沈老板，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红星县再牛，到了省城也得按省城的规矩办。今天这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然我让你这楼半年都别想动一块砖。是吗？喂，南城建工的张总吗？我是亭州会所的沈念，你们之前报的价格我同意了，10分钟内带着你的工程队和材料过来接手中山路的项目。马总，我知道你们这几个地头蛇暗中串通好了，但你可能忘了，南城建工一直想抢你的地盘，我今天把工程给他们，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通惠夫所的大门。至于你违约停工造成的损失，我们集团的法务团队会陪你慢慢打官司。沈总，别啊！我开玩笑的，就按原合同办，绝对保质保量，一天都不耽误。晚了，我沈念做生意从不给人第2次威胁我的机会。送客。顾他一事周全，如今是时候看他加冕为王。这一战，沈念踩着马三爷的脸在省城商场一战成名，所有人终于知道，亭州大酒楼不仅有一个厨神般的老板，更有一位惹不起的铁娘子。这道佛跳海火候不对，海参发过了，还有这道葱烧海参上家乡的味道。如果连最传统的菜都变了味儿，这投资环境我看也未必如你们所说的那么好。快备车去中山路，把那个顾廷舟给我请来。现在整个省城部全省只有他能救这个厂。糊涂！这些老华侨在海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他们要的不是海参鲍鱼，不是大鱼大肉，他们要的是乡愁，是几十年前家乡最纯正的烟火气。1号灶生大火，2号灶备高汤，给我拿2颗最水灵的拜白菜，再切3斤后腿肉。我要做3道菜：极品开水白菜、古法狮子头，以及1碗阳春面。那肉不是绞的，而是用双刀细细斩成极其均匀的颗粒，做到真正的肥似瘦溜，细切粗斩。那白菜只取最嫩的菜心，用顶级清汤反复淋烫，直到白菜如睡莲般在清澈见底的汤碗中绝美绽放。好，冲着这口纯正的家乡味，冲着你们能有这样绝顶的匠人，2亿美金的投资，我今天就签了。顾老板，从今天起，亭州会所就是全省外事街都餐饮集团的连锁霸业。妈妈，爸爸说今天带我去吃的烤鸭，说那是乔爷爷的师兄烤的。你呀，就知道吃。你爸爸呢？在这儿呢。谁敢饿着我们家的小公主和女王大人啊？知道你最近看财务报表胃口不好，我早上特意去后厨亲自调了一锅开水白菜，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趁热吃点。发什么呆呢？不好吃吗？没有，只是突然想起了我们刚在夜市摆摊的日子。汀州，念念，谢谢你。你知道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吗？是打造了这个商业帝国。不，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成就是兑现了当初在筒子楼里对你的承诺。我不仅让你过上了好日子，我还让你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自信的女人。微风拂过窗帘，阳光洒在一家3口的身上，勾勒出一幅完美无瑕的剪影。时代的大潮依旧在向前奔涌，但属于他们的故事已经写下了。